马毛姐3次被邀请进京，前2次还是主席亲自邀请的。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能够让毛主席2次邀请进京呢？在解放军来到安徽无为县之前，因为家境贫寒，马毛姐被当作童养媳送到了婆家做工。这个时候的马毛姐其实没有名字，因为排行老3，平时家里人都叫她3姐。在解放军来到无为县后土改工作迅速展开，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地主被打倒了，马毛姐也摆脱了童养媳的身份，回到家里跟随家人一起插秧捕鱼，生活充满了盼头。1949年，14岁的马毛姐在村口看见了解放军贴的告示，告示上说解放军即将渡江，但缺少船只，希望各地的村民积极援助。看到这张告示，马毛姐立刻赶到了解放军的驻地，表示自己愿意帮助解放军渡江。解放军对参加渡江行动的人员有明确的规定，其一就是年满18周岁。当工作人员询问他有多大时，他毫不慌张地告诉人家：“我已经18岁了，我现在长得矮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。”同时，马毛姐拍着自己的胸脯保证自己能做饭、能打鱼、能开船，绝不拖部队的后腿。看他这样积极，工作人员就让他加入了渡江战役的船工队伍。1949年4月20日晚上，第一批渡江部队开始出发，马毛姐负责的是第1艘船，船上由她和哥哥2个人负责驾驶，还有6名战士。在一片紧张的氛围中，马毛姐辅助哥哥稳稳地操着船桨，一点一点地滑向对岸。船到江心的时候，对岸的照明灯突然亮了起来，敌人发现了水面的动静。当他们反应过来是解放军要渡江的时候，立即调来了大炮，对江中的解放军进行攻击。炮弹密集地落在水面上，原本稳步行进的小船也开始东摇西荡，难以掌握。马毛姐旁边几艘搭载着解放军的船只纷纷歪倒水中。马毛姐知道哥哥视力不好，关键时刻她勇敢地顶替了哥哥的位置，握紧船桨，全力支撑着。前方是枪林弹雨，但是马毛姐没有退缩，她坚定地朝着对岸冲了过去。10几分钟之后，马毛姐的这艘船把解放军送到了对岸。解放军上岸之后，马毛姐立刻回转，开始运送第2批解放军。在那一夜之间，马毛姐大约往返长江两岸6次，运送的解放军不知道有多少。渡江战役胜利了，马毛姐的突击船是第1艘抵达对岸的船只，被称为渡江第1船。渡江战役结束后，马毛姐的英雄壮举感动了所有人，她成为了渡江战役之中年纪最小的1等功臣，就连毛主席都听说了这个勇敢的小女孩。到了1949年9月，毛主席还亲自对她发来了邀请，让她去参加开国大典。这个消息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但马毛姐最终放弃了这次去北京的机会。一方面，她实在年纪太小了；还有个原因是她家里确实没有条件将她送过去。1951年国庆典礼时，毛主席再次写信邀请马毛姐，让她来北京参加建国2周年的庆祝仪式，并且还让政府人员陪同她一起前往。于是，16岁的马毛姐终于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途。到了北京之后，毛主席很快接见了马毛姐，还自己掏钱请客宴请了她。见面后，毛主席询问马毛姐的名字，听闻她没有正式起名，毛主席觉得小姑娘应当有一个自己的名字，于是取了自己的姓，告诉她以后叫马毛姐。在饭桌上，毛主席不断地给马毛姐夹菜，让她多吃一点。毛主席还询问马毛姐有没有读过书。马毛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自己小时候家里穷，所以并没有念过书。毛主席听后想起家里还有2个年龄和她相仿的女儿，便提出留她在北京上学。但马毛姐更加担心亲人，而且自己年纪小，也没有做好离开父母和家乡的准备。于是马毛姐赶紧对毛主席说：“主席，我听您的话，回到家我一定就去上学。”主席听懂了马毛姐的意思，也不再一味地劝这个小姑娘离开家乡，而是高兴地送了她一本笔记本、一支笔，又在笔记本的扉页写上了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8个大字，勉励她。虽然和毛主席的见面不过短短2天，马毛姐却铭记了一生。她感受到了主席对自己的关怀。16年来，第一次有人如此郑重地对她说要去读书，要有个自己的名字。回到家乡的马毛姐听从毛主席的教诲，在家乡上了学，毕业之后进入了工厂，一生勤勤恳恳，从没有凭借当年的荣耀向国家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。2021年，马毛姐作为渡江战役的战斗英雄，再次受邀来到北京。
而这次他被国家授予了七一勋章，让英雄的事业再次得以传扬。